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smine， 欢迎来到 Jasmine 世界。之前呢，有很多不熟悉的朋友问我，多伦多的冬天是不是特别的冷啊？冬天是不是有6个月那么长啊？今天呢是12月25号，圣诞节，正好多伦多下了一场大雪，让我带你走进多伦多的冬天，看看它的冬天到底是什么样。这是我家社区里的一个大公园。在多伦多，社区公园和学校往往是挨着的，学校的一些体育活动也会在这些公园的足球场、篮球场和儿童乐园里举行，也说不清楚这些设施是属于学校的还是属于社区的。今天虽然是圣诞节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孩子们也没地儿可去，所以呢，中午我老公带着大儿子铲完车道的雪，我就拉着孩子一起来公园里转一圈。没想到这儿这么多人。这个大斜坡呢，是孩子们最热爱的地方。这种滑雪板在便利店和1元店就有卖的，孩子们几乎人手一个。我家俩孩子呀，也特别喜欢这个大斜坡。但是今天呢，人有点太多了，我就不带哥俩来玩了。疫情期间呢，还是小心一点的好。这是我在手机上查的未来1周天气预报，包括多伦多市区和它周边人口居住最密集的几个城市，其中有华人比例比较高的万锦、列治文山，也有近几年来华人比较感兴趣的旺市和 Oakville。 多伦多市区的职能呢，相当于北京的中央行政区。万锦和旺市等等，他们虽然叫 City， 但是人口呢仅有20-30万，在政治职能上相当于北京的朝阳、海淀等区吧。 Oakville 呢要远一点，可能得相当于大兴的位置了。我们就用这几个地方举例子哈，大家可以看出来，现在是12月底了，这几个地方未来1周的最低气温呢，大概是零下5度。其实呢，对我们北方人来说还是可以的。同期北京的温度大概是零上2到3度的样子。如果对比加拿大的3大城市温哥华、多伦多和蒙特利尔，那么我觉得对于北方人来说，还是多伦多更适合一些。温哥华的冬天温度要高一些，但是呢，基本上从进入11月开始就天天下雨，湿乎乎的，这个感觉呢，我们北方人应该都不会习惯的。蒙特利尔呢又太冷了，我们当年1月份刚来的时候，从北京穿出来的羽绒服和冬鞋在多伦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到蒙特利尔找朋友玩了3天，一下火车就把我们冻死了，实在是太冷了。所以呢，总有人说多伦多的冬天太冷，其实这个问题有点像小马过河，大家过去的生活状态和习惯都不一样，每一个人对城市气候的耐受程度也不一样。总体来说，多伦多的气候是适合北方人的。对我来说，多伦多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因为挨着安大略湖，所以多伦多属于温带大陆湿润性气候，一年四季的降水量都不小，空气呢要比北京湿润多了。对不起啊，因为我是从北京过来的，所以呢，我特别习惯拿多伦多去跟北京做对比。安大略湖对于气温有一个调节作用，冬天湖边的温度要比周边城市略高，夏天呢又凉爽一些，这是实打实的冬暖夏凉了。多伦多市区因为挨着湖，所以基本上周边小城市下雪，多伦多市区是会下雨的。只有周边市镇下大雪的时候，多伦多市区才会有降雪。还有一点就是，孩子们都太喜欢雪了。我家小儿子呀，从夏天起就盼着下雪，好堆雪人、打雪仗。所以住在一个四季分明的城市，也是让孩子们的童年更有乐趣吧。如果让我挑毛病的话，多伦多的冬天有2个不好的地方。第一呢，就是雪比较大，虽然温度并不低，每年呢也就最多3-5天，体感温度到零下10度左右，其他也就是零下3到5度就差不多了。但是因为挨着湖，降水量大，冬天气温低不就成降雪了吗？雪大，如果住 house 的话，冬天不用去健身房了，天天铲雪可锻炼身体了。对于我来讲，我都可以一个人40分钟铲完我家的2个车道。还有一点就是，冬天呢确实有点太长了，每年11月底开始下第一场雪，然后最后一场雪呀，差不多能到来年的4月底。虽然呢，从3月以后呢，天气就明显暖和了，但是比较没谱。有时候都连续几周在10几度以上了，突然还会下一场雪。所以呢，整个冬天要完全过去，确实要比北京至少长1个月。但是既然雪大冬天长，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选择定居多伦多呢？不都是因为喜欢冰雪童话小镇的感觉，喜欢堆雪人吧？
哎，这个话题啊，真的挺值得聊的。下次我们有机会单独聊一期吧。